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5位影视剧笨蛋美人，赵丽颖乖萌软糯，迪丽热巴傲娇女二出圈。笨蛋美人虽有着笨蛋二词，却并不是一个贬义的词汇，毕竟是美人就足以掩盖笨蛋的缺陷。观众往往是三观跟着五官走，而在诸多影视剧中，也有着不少经典的笨蛋美人形象，要么蠢萌单纯让人直呼可爱，要么爱耍心机，智商欠费却又让人恨不起来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盘点下几部经典影视剧中的笨蛋美人，堪称笨蛋美人的天花板，是否有你的白月光呢？01赵丽颖薛珊珊，珊珊来了。2014年，一部《珊珊来了》问世，直接让堂主张翰出圈。一句我要让全世界知道，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，不知尬翻了多少观众。却不得不承认，《珊珊来了》的口碑与热度双丰收。作为顾漫4部曲之一，《珊珊来了》是唯一一部顾漫没有参与担任编剧的作品，但目前7.7分的评价足见观众的认可，也得益于顾漫原著的扎实基础。相比堂主张翰，出演女主的赵丽颖则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。圆圆的脸蛋，俏皮可爱，吃货属性更是疯狂上分。单纯没心机让其获封笨蛋美人的称号，但这却是表象，毕竟薛珊珊可是16岁考上211大学，21岁在职考出 CPA 的存在。薛珊珊或许是白甜，但绝对不傻。观众只是被赵丽颖软糯乖萌的演绎骗了。02迪丽热巴高文克拉恋人。要论迪丽热巴的出圈作，那克拉恋人必然是绕不开的一部作品。虽说迪丽热巴在剧中只是女二，却凭借高文一角疯狂圈粉。克拉恋人一剧因男二上位女主绿茶剧情、三观不正等问题，在开播后没少被观众指责、谩骂，但高文却成为了克拉恋人中高人气的存在。人设上的不讨喜，架不住迪丽热巴的貌美攻击，傲娇加嘴炮属性更是被迪丽热巴演绎的活灵活现。谁能够讨厌小嘴巴巴却美丽可爱的高文呢？就算是笨蛋美人又何妨？此外，迪丽热巴与罗晋在剧中原本也是高人气 CP， 互动有爱，剧情有戏，架不住编剧不做人，直接不按套路出牌，让男二上位配挤了女主，这也是克拉恋人诸多差评的关键之一。03唐艺昕瓜尔佳氏齐嫔《甄嬛传》。筹拍《甄嬛传》时，因齐嫔只是女 M 配，在唐艺昕是静后导演郑晓龙觉得合适，便定下了她。在剧中，齐嫔确实算不上一个讨喜的角色，更是没有脑子。前期地位不稳，选择依附甄嬛；后期甄嬛失势，齐嫔又选择抱皇后大腿，对着皇帝千娇百媚，撒娇任性。背地里，为了权势与地位，也有着不少小九九，可惜智商、情商却都不在线。对着华妃说树倒猢狲散，对着皇后说臣妾家里有2个庶出的妹妹，臣妾和她们说不上话，可是见了娘娘，臣妾心里却有好多心里话要说。口无遮拦，有野心却没有脑子，一步步就这么把自己作死了。但如此的齐嫔却也没有引来观众的讨厌，一来是彼时还是新人的唐艺昕演技过关，拍的第一场戏就是在雨中被杖毙的戏码，又与后期娇俏任性的齐嫔有着区别。二来虽说齐嫔是笨蛋美人，却也是宫中可怜人的存在，瓜六成为了网友对其的昵称，也有网友对她的喜爱。毕竟《甄嬛传》没有一个废角色。04黄奕李玉湖上错花轿嫁对郎。因新上错花轿嫁对郎的开拍，
让2000年开播的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。新旧版难免要被网友拿来比较。在新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开播前，旧版无论从选角还是服道化都是完胜的存在。颜值巅峰时期的黄奕，古典气质绝佳的小李林，美丽不输双女主的娟子，就连丫鬟都极具辨识度。而黄奕在剧中出演的李玉湖出身武馆，胸无点墨，有着与扬州第一美人杜冰雁齐名的颜值，却不似大家闺秀的作风，舞刀弄枪，性格爽朗，大大咧咧却又为人仗义。虽说是一位笨蛋美人，却人美心善路子野。加上造型师精心为黄奕打造的造型，那简直是量身定做一般，浑然天成。配上黄奕俏皮灵动的演绎，让李玉湖至今都难以被观众忘怀。05林依晨袁湘琴恶作剧之吻。说起笨蛋美人，林依晨出演的袁湘琴自然是榜上有名。相比于薛珊珊、高雯、齐平、李玉湖的笨，袁湘琴的笨蛋之名那可是名副其实。考试吊车尾，下厨是灾难，打工频出状况，就连走路都能平地摔，踩狗屎，整一个人就是不太聪明的样子。而被江直树的理由也是讨厌没脑筋的人，可见是笨得十分彻底。但袁湘琴身上却有难能可贵的品质，在学业上的笨拙，却架不住行动派的动力。追人说追就追，学习说学就学。虽说一直都是在跟随江直树的脚步，但却有遇到失败不气馁的决心，在哪里失败就在哪里站起来。明明知道不可能，但不是又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如此草包的人设，原先本应该不讨喜。不过有了林依晨的可爱演绎，倒是让他将袁湘琴演成了笨蛋美人的天花板之一。而笨蛋美人一词多为褒义的同时，笨蛋的完成度则考验着演员的演技，如赵丽颖、迪丽热巴、唐艺昕、黄奕、林依晨等人这般，那就是正面案例。虽有笨蛋之名，却不惹人生厌，也是观众喜爱这些角色的关键原因。反之，强行笨蛋则最为致命，如《落跑甜心》中的倪舒蕾氏，《上先生》中的陆小葵等。那不是笨蛋美人，那简直是侮辱观众的存在。正确的笨蛋美人是赏心悦目，是不惹人生厌；反向的则尬到让人抠脚，随时随地翻车。你心目中最佳的笨蛋美人是谁？你喜欢笨蛋美人的人设吗？欢迎分享。